第一资本已经决定投资 DL 了，他们开出的条件你想都不敢想，就是在正奇的案子当中，我们必须要打败 CEA。你现在知道我的处境了吧？第一资本是魏哲带进来的，也就意味着在 IPO 的过程当中，我不可能成为主角了。但我也不想在 DL 的上市过程当中，沦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。Vincent 我也熟，这样啊，我重新准备一些材料，我去找他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想说的是，我跟崔英俊的事情，你赶快帮我了结了。DL 要 IPO 这件事情很可能成为别人的把柄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我就真可能在这场大戏当中成为一个反1号，那就成笑话了。你和崔英俊的事儿，能不能尽快处理，关键在于你怎么处理好你和叶东烈的关系。我能告诉你，我特别讨厌别人把我跟叶东烈扯在一起吗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跟他没关系。到目前为止，我 Stella 是清白的。OK， 那我再约他谈一次。研发团队那边的人都很看好你。谢谢丁总，我会努力的。哎，有个事儿我问你啊，你跟 Stella 最近是不是在谈恋爱啊？别慌别慌，网上的照片我都看了，拍的还不错。其实啊，我挺看好你们俩的，真的。我老婆就比我大9岁。一句话，鞋舒不舒服，只有脚知道。反正我觉得我2只脚挺舒服的。你啊，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哎，她那个老公啊，真不是个东西。要我也跟他离了。好好干啊！Stella， 这小伙不错呀。这小伙子就是前段时间被撞了外卖员的儿子。这俩相差多少岁啊？10岁，这么年轻，够补的呀。早就觉得他是白莲花，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，其实背地里不知道有多风骚。哎，楼主说话要负责任了，造死全家。谁造谣？我是她老公，我们结婚那么多年，我能不知道她什么底线？以前我只是不说罢了。你应该已经看过了吧？当然，放到这个圈子里，你已经是公关界的话题了。所以，我需要你帮我。怎么会闹到这一步啊？何律师不是一直在帮你打官司吗？是在走法律途径，可诉讼需要过程。我也没有想到崔英举会这么无耻，让我这个做了10几年公关的人，轮到给自己公关了，而且还这么的束手无策，狼狈不堪。先别着急。那你希望我做些什么呢？查清楚来龙去脉，消除影响，给舆论降温，还你清白。是，我可不想成为上海公关界的笑话。这是我的私事，我想聘请你做我个人的公关顾问，当然，相关费用会支付给你的。我可不便宜啊。喂 ，Stella， 那个大学生叶东烈来了，说死活都要见你。他人现在在前台等着呢，怎么办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你现在要马上上岗了。艾米，叶东烈。叶东烈，叶先生，来找斯黛拉。斯黛拉现在真的不方便见你，她委托我跟你聊一聊。
咱们得换个地方，走吧。电话。没想到，原来我给 Stella 带来这么多麻烦。其实我来公司，我就是想跟她道个歉。酒吧的照片传遍了整个公关圈，现在人人都认识你，你就这么往我们公司门口一待，你确定你是来跟她道歉，不是来给她找麻烦的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知道我不该来，但我忍不住。你想帮斯黛拉吗？想啊。听说你是电脑高手。还行。把电脑拿出来。拿出来。打开。帮我查查。小蛋糕，谢谢。客气。开始吧。真的假的呀？我当学生都习惯了，突然让我当老师，我紧张。你紧张什么呀？凡事都有第一次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老师。不是说好的互相学习吗？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大林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老感觉我自己吧，看了很多书，查了很多资料和案例，就非常了解电商行业。上次面试的时候我才知道，这自己狗屁都不是。你不是面试的挺顺利的吗？面试顺利，不代表以后工作就顺利啊。所以呢，我想让你好好的帮我补课，以免在以后实际工作中露怯。我知道你江大总裁的身家啊，帮帮忙呗。哎，先说好啊，这个补课费我估计够呛能付得起了。这样，你每给我补一次课，我就请你吃顿饭，怎么样？那我得吃点贵的。那你随便吃大餐。我以 DL 传播为关键词搜索，搜出来的是这个。斯特拉保鲜小鲜肉，在7天之前，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为0，也就是说根本没人搜这些东西。但是这几天，有人故意在大量搜索这些词，搜索量全部来自上海，发帖人的 IP 地址却来自河南。说清楚点。这些 IP 地址都是假的，有人故意想这么做，想掩盖自己的身份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有人一时泄愤，而是一个有计划、有预谋的行为。可能吧。那你能帮我查到真实的 IP 地址吗？我试试。对于这个电商行业，我还真的是认真的研究过。据我们的调查，这个行业现在其实已经接近了饱和的状态，实打实的红海。这个我还没想到啊，我还以为电商行业发展空间挺大的呢。看起来发展空间是很大，但是鱼目混杂呀，扎堆进来的网站太多了，那跟其他的行业一样，竞争这么激烈，那一定会是优胜劣汰，优势资源越来越集中，大电商并吞小电商，大鱼吃小鱼，最后才能达到这个市场的平衡。你看，我查了10个评论留言最多人的 IP 地址，以及手机登录人的设备编号，其中有4个 IP 地址都是同一个地方。黄浦区新开河北路10号外滩3号，有点意思。没你的事儿了，把咖啡喝了，赶紧回学校。魏先生，我还是想见一下 Stella。别犯轴啊！我就是想当面跟他说声对不起。那你告诉我，你
你是真的喜欢斯黛拉吗？我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好，我也想对他好。那你知道斯黛拉需要什么吗？第一点是找到自己的位置，第二，确立自己的优势，第三点就是强调品牌的个性化。说的很有道理。现在消费者市场细化越来越清晰了，所以说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非常的重要。没错，比如说我们负责的那家态度商城定位就非常明确，一家有态度的商城，怎么样？不错。我们给他们设计的理念就是，面对商品、商家以及客户，一定要做到有选择、有要求、有态度。说的真好，继续。我跟 Stella 确实有很大差距。我很穷，但是我会努力，有朝一日。别说有朝一日，有朝一日是我听过最愚蠢的空头支票。你骗20岁小姑娘还行，对 Stella 来说没有用。我没骗她，我对她是真心的。那就不要说有朝一日 ，Stella 根本不在乎你能不能成功，更不在乎你在物质上能给她多大满足，知道吗？那她在乎什么？安全感。每个女人都需要安全感，你要让她觉得跟你在一起，她是安心的，不会担惊受怕。跟你打个简单的比方吧，崔英俊现在的所作所为，极大地破坏了 Stella 的安全感。崔英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你的出现，让 Stella 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，让她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困境。更重要的，是让她的离婚官司变得很难打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？是的，所以如果你帮不了她，至少现在不要再给她添更多的麻烦。如果你真的心疼她，听我的，这段时间不要再来找 Stella。黄浦区新开河北路10号外滩 SOHO， 民事公关不是在那儿办公吗？对，就是民事公关。崔英俊怎么会跟民事公关的人搞在一起？现在看来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崔英俊很不简单，非常会选公关团队，而且他知道谁是你的老对手。有点意思啊。你要清楚啊，我现在是一个人在跟一个公司打仗，这个费用是不是该给我加点了？那个 IP 地址真的是叶东烈查出来的？是的，他确实是个电脑天才，但是他和别的 IT 男不同的是，他对爱情一往情深。一往情深，我怕的就是一往情深。这孩子倔得很，我真怕他再来公司堵我。放心吧，应该不会了。热度在昨天上午达到顶峰，短短几天，全网信息量达到42万条，然后就开始往下走。按以往的情况，接下来会一路走低，除非出现新的事件刺激，否则热度会越来越低，并且会在半个月之内完全丧失关注。老大，一旦热度下去，我们就被动了。那就再添把火，让热度回来。慧珍老师，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做过街头直播啊，到底行不行啊？什么事都有第一次，别害怕。你说你的那些问题，我问了，万一人家打我怎么办呀？打你你就红了，按我说的做，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性骚扰事件，想必大家都有关注吧？我是真的很好奇，究竟有多少女同胞遭遇过同样的情况呢？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核心金融圈，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小的街头采访。这里，美女你好，怎么了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最近有关注过 CEA 性骚扰事件吗？你说的是那投行老板性骚扰女下属那件事吧？没错没错。冒昧的问一句，你有经历过同样的遭遇吗？你是？我们在做一个街头采访，毕竟同为女性，想为这件事情提高一点关注度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啊，那算了吧，算了。好的，不是美女，看到没？被人拒绝了吧？没有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。帮你，别担心，
性骚扰是一个敏感话题，拒绝的人越多，说明这件事情越要被关注。就算所有的人都拒绝采访了，相信我，我也能剪出一个精彩绝伦的版本。你现在需要的是勇敢、耐心。美女你好，你们是在做直播吗？啊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忙，不好意思。这边，美女你好，我想问，这位美女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两位美女你们好，我，你看吧，我就说没有人会回答我这样的问题的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是在做关于性骚扰的采访吗？对啊，我遇到过这种事儿。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在公司实习，我们公司有个领导，每次到大办公室的时候，他都喜欢走到我身后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一边说话一边摸着我的头发，就这样。好恶心啊！对啊，超级恶心，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浑身不舒服。那你当时就没有做点什么吗？没有，就忍着。你就一直这么忍着呀？对啊，为了工作嘛，而且他又是我领导，我不敢得罪他，我不敢告诉我父母，而且他对办公室里好几个女生都动手动脚的。你们可以去跟大老板举报他呀。那个时候刚毕业，不懂啊，而且找工作又不容易。但我现在特别后悔，这口气我一直憋到现在了。王元良，你也是有女儿的人，你可积点德吧，把你的咸猪手给我藏好了。我之前也遇到过性骚扰，那你方便讲述一下自己的经历吗？喂。可以。怎么样？我戏不错吧？上市公司工作。当然，演的也还行。我可没有表演，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我帮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要怎么感谢我啊？我今天晚上在大学小说订好了位置，让路易斯陪你喝个痛快。够意思。都走了，只剩我们2个人。老大，这是什么套路啊？引导。任何的事情都需要引导。你看，现在这才几分钟啊，就已经3万多人在线观看了。我跟你打赌，半个小时以后，这个数字会上升到30万。知道要上下班的时候，我们公司电梯里的人就特别多，总有一个男的，他就故意贴近我，我越是躲，他就往我这边靠。他还是一个部门的高级经理，甚至有一次，他用胳膊肘来蹭我这里。当时我们公司团队正在酒吧喝酒，喝着喝着，我老板就突然摸我的脸，我跟他说你别这样，他说没关系，还让我别害怕，说这样挺正常的。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？对了，我们公司跟 C 爷还同一栋楼。真的？那你要不要考虑把他的名字给说出来？我们给他曝光嘛？啊？还是算了吧。真是气死我了！今天这个采访越做越生气啊！我要考虑准备一点速效救心丸。他姓高，在 JA 公司，他是有老婆孩子的。JA 公司的高先生，以及任何有过性骚扰行为的男士，如果你不希望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被自己的恶心所惊醒，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死后的墓碑上刻着“这里躺着一个下流无耻的人”，那么请你立刻停止这种行为，并且现在对着镜子狠狠地抽自己2耳光。人数超过100万了，还得涨。这个就是你说的办法吗？等热度下来了，下来了吗？什么时候下来？我死了它就下来了。现在全线弯脑子越来越大，连师傅连都找我说要跟我谈谈。我的美国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个事儿，我这个脸就没了。也是没想到啊，他们竟然搞了个街头直播。你去找他，跟他谈谈，问他要什么。没有时间玩这个。你们去谈吧，有信心吗？放心吧，这2天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，现在该是我们牵着他们鼻子走了。啊 ！Oh my god！
少钱？一共2万多，到手礼物就收2万多，到我手里就是一半，一半就是1万多。啊，大力宝宝，我才直播2个小时就挣了1万多块钱，你看呀 ！Oh my god！ 网站给我发私信了，叫我抽空去公司跟我谈签约。我不会是要成为网红了吧？你已经是网红了，亲爱的，你要发大财了。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动听的话了。还钱，这句没听到。喂，好的，江总，CEA 挺不住了，民事公关的人要见我。真让他给猜到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他为什么请你上街做采访的原因，看到了吧？把对手给逼出来了。哎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重操旧业了。两军交战还不斩来使，给我个面子呗。你要是举白旗投降，我倒是欢迎。这个抒情怎么这么没风度啊？这不叫没风度，这叫个性。下午一定把款给人付了啊！书记，老对手来了，看见了吗？沈英杰可以啊，什么时候又找一这么漂亮的美女助理啊？你什么眼神啊？是个女的就觉得美？除了应有的赔偿 ，CEA 和方彼得必须公开发声明向郑琦道歉。对不起，江总，我觉得这个要求想法有点多吧？多吗？这是最基本的。我们坐在这里和你们协商，不代表 CEA 和方彼得真的做错了什么，所以冷静，明白吗？那你们来干什么？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可以到此为止了。急什么呀？来了就不能空手。我们带了一些小东西，要不要一起看看？请看大屏幕。当时我们要见一个客户，我只是帮他一个忙。别着急啊，还有别的。这个刘凯文啊，级别在 CEA 相当于 VP 副总裁。这个David的忙在 CEA 相当于是高级经理，是郑琦刚进公司的 Metal， 相当于你的带教导师吧。这些啊，全都是 CEA 的监控录像。显而易见，这些视频全都是剪辑过的，谁知道是不是断章取义呢？如果江总不相信这些视频，我可以把视频的完整版全部拿来给你们看，只不过时间稍微有点长。郑小姐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在为公司殚精竭虑的同时啊，私生活也是相当的丰富多彩。那除了方彼得，还有很多的好朋友。这并不说明什么，主动恋爱和被动骚扰是2个概念。但如果是郑小姐先主动勾引，那方彼得的性骚扰也就不存在了吧？请注意你的说话方式。如果你拿不出郑琦主动勾引方彼得的证据，就不要有这样的推断。我们都是女人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职场性骚扰，但是你看问题的角度真的令人齿寒。我的搭档啊，就事论事而已，这点更加证明了他非常的专业。
至于郑小姐，你仅凭一段音频就掀起了如此的轩然大波，那么这段视频如果让网友看见了，又该作何感想？网友们会觉得 CEA 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公司，连现在我都想去了。你很幽默，但不好笑。郑小姐，有句话我发自肺腑的想告诉你：我们这些人啊，都在社会上打拼，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都该知道，做什么事之前，都有一条无形的线在那里。我们称这条线叫做边界。你未来的路还很长，面对这条边界，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这只脚跨出去，什么时候得把这只脚缩回来。上课就不必了，你坐下。路易斯，你先带郑渠去休息。好。不得不说，你很会打心理战，表面上真诚沟通的态度，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威胁。而且你很快能找到事件的中心，不错，主次分明，简单快捷。但是你不觉得你用这种手段对待一个性骚扰的受害者，很过分吗？首先，他得真是一个受害者。我研究过你的危机公关案例，也知道你所谓的未折法则。面对你的剑走偏锋，我这些只不过是班门弄斧而已。所以你觉得你要赢了？当然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就不来了。那今天先这样吧。同意。我期待你们的反击。干嘛呀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来不是举白旗投降的，我是敦促他们投降的。我还会来的。这个沈一杰真的太嚣张了，这个案子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多了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这个视频郑琦看了心里肯定不舒服，你先去安慰一下他吧。好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好像又给你添麻烦了。路易斯，跟我出去一趟。老大，我有预感你要干什么。你找我？你是郭月？是我，我是DL传播的路易斯。你好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4个月前，你从 CEA 离职。我们知道你做过方彼得的助手，在离职前曾向公司反映过出差时被方彼得性骚扰，是这样吗？对不起，我拒绝回答。等等，为什么郑琦的长微博一发，你就给他发私信呢？这件事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个你不用管。现在郑琦已经举报方彼得性骚扰，我们是他聘请的危机公关顾问，当然要了解他以前的情况，所以我们找到了你。你们同样是受害者，难道你不想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？司明镜交了个小年轻，他就是个欲壑难填的人。别看他平时高贵圣洁的，死皮死欲往心可强啊！还好意思说他老公包养小三，他也不用他自己搬来。在这儿，我跟你们爆个料：司明镜交往小年轻，而且是个大四没毕业的大学生。我可不是信口开河，我是有证据的。喂，哪位？我是叶东烈啊。
你把我号码删了吗？有事吗？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，你有空吗？我有个东西想给你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那这样，我一会儿发一封邮件给你，希望你看一下。知道了。没错，我告诉过郑琦我的事情，他建议我向人力资源总监申诉，可我一无视频，二无录音，没证据，没证人，怎么申诉？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辞职，公司赔了我3个月的薪水了事。所以郑琦的事情一曝光，你就给他发私信问他情况了。哪想到他比我聪明啊，居然想到录音。不过他一直都没有回复过我。事情一出，他的社交账号都被我们接管了。难怪。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？CEA 答应赔他多少钱啊？赔钱？不，现在重要的是让他们要承认这个事实，先向你们道歉。道歉有什么用？那都是虚的。道歉不还是老样子，没有一点改变。性骚扰案件是要背负法律责任的。你再仔细想想，还有没有类似的事情？不太记得了。你仔细想想。我想起来了，方彼得经常会找理由让女同事陪他一起加班，有时候参加应酬的饭局也会趁机揩油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向公安报案呢？我们有想过去报警，但是大家怕丢了工作。我有想过要去法院告他们的，大家也都很支持我。可惜啊，我一无证据，二成本太高，去不了。是这样啊。郑琦平时在公司里跟男同事关系都怎么样啊？正常吧。跟方彼得呢？也正常啊。他是我走后才调去给方彼得当助手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谢谢。亲爱的 Stella，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封邮件会有什么反应。有些话，其实我应该当面跟你说的。那样显得更有诚意，但可惜我这人嘴太笨了。这封邮件的标题，我本来打算起名叫做“关于我们的5年计划”，但那样好像太自以为是了。毕竟我还没有正式跟你表白过。我都仔细想过了，我现在的年薪连奖金，第1年有26万左右，下个月开始正式租房，每个月2000块。另外，我会再接一些编程的兼职，争取到第3年可以支付首付，买一套小房子。怎么了 ？Stella， 文森特来了，他在会议室等您。我马上过来。不好意思 ，Vincent， 让你久等。接下来的话，可能会让你不高兴。但是没办法，这都是为了能够顺利地推进第2的 IPO， 希望你能理解。都是为了工作，请讲。我们对第2所有的合伙人都进行了认真的调查，经过仔细考量，我们认为，你 Stella 目前会成为第2 IPO 的最主要的不合协议。你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我们第1资本和第2合作的最大障碍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很清楚，你的个人问题已经成为上海公关圈的热门话题了。真的，我很不理解 ，Stella， 上海公关圈知名的女神，
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Vincent， 不管你听到了什么，那些都是谣言和诽谤，那些都是崔英俊为了在离婚官司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恶意中伤我。你也听我把话说完。这是谣言还是事实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我关心的是这些谣言可能对第二产生的影响。我要保证的是，第一资本对第二投资的万无一失。所以说白了，第一资本和第二能否合作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个人问题的解决速度。给你2个建议：要么尽快的解决你的个人问题，要么减持或者转让你在第二的股份，削弱你对第二的影响。出于职业道德，我得提醒你一下啊，我可是按时间收费的。你来我这做心理咨询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这都过去10几分钟了，我可不会给你打折啊。我想不通。什么事儿想不通？我的当事人向我隐瞒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到底什么事儿？诉求。他可能隐瞒了他真实的诉求。我一直以为他要的只是尊严、正义，但慢慢我开始怀疑，他只想要钱。从心理学的角度讲，一个人刻意隐瞒一件事情，往往是出于自我保护。他隐瞒真实的诉求，对你这案件影响大吗？对整个案子的结果影响不大，但对我影响很大。我要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要的只是钱，我就不会帮他。怎么说呢？我的那个老板，就是江达林，也是我的学生。他一直说我不分是非对错，我们俩就因为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吵了无数次。好，这回我终于决定，我要按照他口中的正义和真相做一件事情。结果呢？我的当事人却变成了只要利益的这一方，这跟我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，所以我特别矛盾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我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，我很失落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想继续做下去，是因为你觉得你的当事人配不上你这么高尚的付出。是的。换个角度啊，性骚扰这件事儿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当然，我们有证据，而且我相信我们的证据是真的。我的当事人的确遭到了性骚扰，但是后来，他利用了这件事情。我们不说后来，就说现在。你的当事人受到了性骚扰，那他就是受害者。这就好像一个杀人凶手被车给撞了，那他就是这起事故中的受害方，他有权得到赔偿。你不能因为他是杀人凶手，就否定了他在这起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地位。同样的，不管你的当事人真正的诉求是什么，他受到了侵害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侵害他的人必须受到惩罚。你现在在做的，不是替一个利欲熏心的人讨回公道，首先是要惩罚那个犯了错误的人，这是两回事儿。你这个离婚案子啊，确实有点复杂，你别着急，你得给我点时间。我现在最没有的就是时间。
不管你的当事人真正的诉求是什么，他受到了侵害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侵害他的人必须受到惩罚。你现在在做的，不是替一个利欲熏心的人讨回公道，首先是要惩罚那个犯了错误的人，这是两回事儿。你这个离婚案子啊，确实有点复杂，你别着急，你得给我点时间。我现在最没有的就是时间。Vincent 已经找过我了，摆在我面前的只有2条路：减持，或者转让股份，要么就赶快把婚给离了。他这么做是故意的。Vincent 是魏哲带进来的人，他的介入让我在 DL 会成为众矢之的的。所以宏伟，我需要你赶快去找崔英俊，他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你冷静一点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上你不能做出丝毫的让步，否则日后崔英俊一定会得寸进尺。我没有选择了，我不能因为我的原因影响公司 IPO 的进程，不然以后我在公司怎么待下去啊？就急于这一时吗？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帮你搞定。就按照我说的办吧。你现在有空吗？我还是想见你。怎么样？你们考虑好了吗？不用考虑。CEA 和方彼得必须道歉，一点都不让步，那我们还怎么继续往下谈啊？这是我们的底线。如果不道歉，那只能打官司了。请允许我打个电话商量一下。麻烦你快点，我的当事人还在办公室等我呢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带着美女来投降了？打来打去的多没劲啊！冲你的面子，要不我们和解？滚！邓总吗？关于郑琦的案子，我想跟你沟通一下。计划你看了吧？你放心，努力我能实现的。我对你的什么计划毫无兴趣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的离婚官司本来是稳操胜券的，因为你，因为那些该死的照片，我被崔英俊威胁，不得不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财产分1半给他。我现在的生活是一团糟。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议论我？有多少人在等着看我的笑话？什么5年计划，1年20万的？照这样下去，一旦法院判我有错，别说20万了，200万、1000万都打不住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联系我。所以我求求你好吗？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照顾你父亲身上吧。我已经和 CEA 沟通过了，不可能道歉。作为交换，我们同意将郑琦的解雇补偿提高到N+4，这是我们的底线。而且郑琦必须跟贵公司签署保密协议，此事到此为止。不道歉，那就没得聊了。我们法院见吧，到时候就不是道歉这么简单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也需要商量一下。你跟我来。
也请你快点。为什么不让我说啊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怕你好心办坏事。是那个 CEA 很明显不愿意道歉，也不愿意认错，就想拿钱了事儿。钱是万能的吗？真好笑。道歉固然重要，那我问你，你觉得道歉有用，还是能拿到实际的赔偿有用？现在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。你在说什么啊？当然是道歉呀！性骚扰案如果能拿钱解决，那谁还会真正的在乎那些受害女性的感受啊？他们会觉得女人为了钱可以随随便便的出卖自己的尊严。所以这一次 ，CEA 必须公开道歉。我们一定要捍卫女性的权益。这是你的想法还是郑琦的想法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你把人想得太简单了。每个人都有无法公开的私欲。你是说郑琦？是的。不可能的。从一开始他就跟我说，一定要让 CEA 和方彼得道歉。为这事情，他还吃了安眠药呢。既然这样，那你还是当面去问问你的同学吧。我同意不道歉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坚持那么久了，为什么要突然放弃呢？坚持有什么用？我太了解 CEA， 他不会道歉的，还不如要点赔偿来的实际。你可以要赔偿，但是必须要道歉。如果不道歉的话，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，这跟封口费有什么区别？如果不道歉，他们会更加猖狂的。以后公司里会有更多像你这样的女员工遭殃的。郑琦。我们现在已经坐在谈判桌上了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我们已经有一半的胜算了。你看，你有我，有魏哲，有整个公司给你撑腰，你在害怕什么呢？你担心什么？我比你了解他们，跟他们谈判是没有用的，实在不行就打官司，我要赔偿。行，那你告诉我怎么做。我同意不道歉，但是 N+4才18万，太少了，我要150万。多少？你听的没错，150万。如果他们不同意，我请你帮我请一个律师去法院告他们。CEA 跟方彼得都应该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，不然以后还会有更多类似的事情发生，会有更多女性被伤害。江大林，我们是老同学、老朋友，你之前都帮我那么长时间了，再帮我一次。赔偿金能要多高就要多高，到时候我会把赔偿金的20%支付给你，当做代理费。我请求你，帮帮我。2位的果盘，请慢用。哎，等会儿。这车厘子也太少了吧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里是有规定的，中型的果盘是10颗车厘子，您可以数一下。数不够了，再换一份。先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好意思啊，跟你开玩笑呢，没事。请慢用。崔英俊，不用那么心浮气躁。我躁吗？服务员，再给我上一份山竹，让我败败火啊！来，我们说正事儿。这是我们重新拟定的离婚协议书，你看看，如果没有异议，就在上面签字。还得是何大律师，这办事效率就是高。
郑琪走了。想不通吧？脑子真的很乱。他要是想要钱，为什么一开始不说？他要是一开始就说想要钱，你觉得你还会帮他吗？我是他的同学啊，他应该跟我说实话。他怎么能骗我呢？他把我当什么？人怎么能说变就变？郑琪的事咱们先搁一边儿。方彼得确实是性骚扰，他必须受到惩罚，这一点咱们没错。来，300万。何大律师，你上次态度不是挺强硬的吗？说什么多1分钱我都拿不到，这什么情况？良心发现，这是我们的底线了，希望你见好就收。我懂了。司明镜他急了，你还记得你上次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司明镜他不怕丢脸，我怕失业。现在我失业了，可是他没丢脸，这事我得给他办完呐。你还能不能好好谈？300万你就想把我打发了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哎呀，何大律师，我记得司明镜名下的财产我都已经帮你捋过了吧？我的要求很简单，1半是我的就行了。300万你也有脸张嘴？我告诉你，你后面加一个0，我都不一定能答应。我也跟你说了，不管斯黛拉名下有多少财产，那都是他自己挣的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更何况你是过错方，就算打起官司来，你也占不到半毛钱便宜，到时候连300万你也拿不到。那就打官司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能进去吗？哦，请进啊。你随便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小家布置的挺温馨啊。谢谢。你随便坐吧。哎，来喝水。波士顿大学，我以前有个客户的孩子就在波士顿大学读书，据说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至少得20多万。怎么，你想去那里读书啊？我就是随便看一看，像我这种底层员工，什么时候才能赚够学费出国留学呀？现在形势正向着对我方有利局面发展，我无所谓。我现在已经失业了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别说是半年、1年、2年、10年，我也跟你耗得起。崔英俊，
好歹你跟斯黛拉也是夫妻一场，没感情了也千万别做仇人，人要有感恩之心。你也好好想想，要不是因为斯黛拉，你这个经理的位置能坐得这么稳当吗？我已经被开了。要不是因为斯黛拉，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？这不马上离婚了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不再坚持方彼得和 CEA 的道歉，而想要高额的赔偿？他们是不会给我道歉的，而且他们那么对我，我要一些赔偿也没有错吧？没错，你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利益当然没错，但是你要相信法律和我们是能真正帮助你的。你知道江大林为此多难过，你先是强调要讨回公道，从而激起了江大林和邦尼的正义感，让他们不惜一切的来帮你。在他们面前，你一直声称要的只是对方的道歉，直到 CEA 正式提出他们不会道歉，只愿意赔偿的时候，你才说出了自己真正的诉求。其实你从 CEA 那里想得到的只是钱而已。OK， 你可以不用感激他，但是你不应该背叛他呀。你要还是个男人，还有一点人性的话，就在上面签字儿，300万不少啊。太感动了，何大律师，你也别在这儿跟我打感情牌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人啊？我现在就是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。我都知道你们怎么想的。你们不就是想速战速决吗？你们打闪电战，那我就打持久战。这么说是没得谈了。你回去啊，告诉那娘们儿，这官司我奉陪到底。我确实是需要钱，而且越多越好。有50万我就不要20万，有80万我就不要50万，这都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。不然轻飘飘的跟我道歉，那他们的一句话也太值钱了吧？这个理由倒还说得通。对于我们公关来说，客户最重要的就是诚实。如果你还想要我们继续帮你，你就一定要说实话。没有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。是吗？你能确保你提供的证据都是真实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怀疑我吗？如果他没有骚扰我，我怎么会有那样的录音呢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开诚布公，以防让对方再抓到什么把柄。在你心里，我一定是一个可以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女人吧？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对于这样的人渣，怎么做都不过分。那些有身份、有地位的女人，她们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，有很多人帮她们出头，而我们这些底层员工就只能忍气吞声，因为我们太需要自己的工作了。可是都是女人，我们可以像男人一样吃苦受累。但我们凭什么要受这份侮辱？所以我不打算再像他们一样忍下去了，我一定要让这些人渣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现在一想到他那猥琐的样子和恶心的话，我就恨不得杀了他。放心吧，既然我们 DL 接了这个案子，就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你要对司法机关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会努力帮助你，也会让 CEA 和方彼得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一下。我先走了。
这2年咱家的情况你都知道，你妈的老毛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每个月光医药费的支出就好大一笔，爸实在是没办法了。CEA 现在只肯赔付18万，而郑琦的要求是80万，这之间的差距也太大了。所以我在想，既然他们总喜欢拿法律条款说事儿，那我们就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在这边工作4年了，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被开除，也希望他能受到相应的惩罚。情况就这些。你很勇敢，谢谢你配合我的工作。请问是第2楼的路易斯吗？我是，您是？我叫林远，我是来反映情况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调查的是性骚扰案。对啊，我就是被骚扰的，我上司是个女的。哦，那您现在可以说了。好。魏哲先生，我们2个都是务实的人，打嘴仗兜圈子只会浪费大家彼此的时间。N+4太少了。郑琦1个月工资才3万块，N+4就是18万，不少了。这个是在 CEA 任职期间，所有受到过性骚扰的女员工的集体申诉，以及他们的签名。CEA 资本发起设立 CEA 中国世纪成长基金2号，目标规模5亿美元。你想干什么啊？你觉得如果我们带着这份申诉，打一场官司，会是什么后果？这个5亿美金规模的基金，你们还能够顺利地募集到吗？就这个数，不能再多了。不接受。你还没看呢。对手开的第1个 offer， 我是从来不看的。行了，咱们就别绕来绕去了。CEA 不差这点钱，方彼得也不差这点钱。花钱买平安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劝你尽早收场。成交。
大林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吧？我也不想退缩的。我之前真的想让他们道歉，后来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，还不如多要点钱。现在目的达到了。没你帮我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CEA 资本进行了郑重的公开道歉，并宣布免去方彼得一切职务。郑琦将全部赔偿捐赠给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。好了，宝宝们，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多敷面膜，多补水，一起成为更加精致的女人吧！拜拜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你送我的车队。小事一桩，你主持得很好，值得奖励。还是要谢谢你，你是第一个送我车队的人。是吗？那我也觉得很荣幸。下一把，直播完了，怎么样？在线观众才1万多，还好有那个叫什么希区萨特的给我送礼，总算挽回一点面子，不然我也太丢人了吧1万多人，1万多挺多了。哪里多了？我做街头采访那场直播，那足足有100多万观众呢。哦，那好吧，继续加油啊！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哎，下一次你再做街头直播，我可以帮你摄像，还可以帮你拍照。亲爱的，你那么喜欢摄影，干嘛不试试看在西瓜视频上分享你的摄影作品啊？做个摄影达人，甚至可以开档节目。我看到上面有好多这样的签约创作者，粉丝都很多的。最关键的是，还可以赚钱呢。Come on, babe， 那是个 show。我拍照是因为兴趣爱好，不是为了赚钱。这什么事情一旦跟钱没有关系，那基本就快灭亡了呀。况且，能靠兴趣爱好赚钱多好呀。所以啊，我不反对努力赚钱啊。好吧。队长，晚上好。我一点都不想出门，他非得让我来你这儿，烦死了。别烦，别烦。我本来晚上有约的，你一个电话非要共进晚餐，什么情况啊，贾丽莲？是这样的，最近吧，他老一个人发呆，要么就莫名其妙的哭。今天下午就一直在发呆，也不理我。总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。不是，你老送我这儿来，这算什么呀？你不知道他回来这段时间，每次只要跟你见完面回去，心情都特别的好，对我态度也不一样了。你还真把我当解药了。我知道有个什么说法叫
婚前恐惧症，我就想让你啊开导开导他，帮我搞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害怕结婚。他是害怕结婚这件事儿呢，还是害怕跟我结婚？吃的都在这儿了啊。佩玉啊，我先走了啊，开车小心啊！拜拜。哎，你别走啊，不是共进晚餐吗？我在这儿，你放不开，拜托，拜托。好好的日子，别作啊！我没作呀，我现在挺开心的呀。像蒋黎明这么纯情的富二代要绝种吗？赶紧嫁了吧！你别跟我说嫁这个字儿，我现在一听到这个字我就想哭。你哭吧。谁干的？欺负谁呢？炸我车算什么？有本事炸我呀！谁？到底是谁？我。小奶狗，你扎的是吗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叫叶东烈，今年24岁，目前居住在华亭大学西区8号楼，就职于 Oropt 公司。我今天来找崔英俊，纯属个人原因，没有受到任何人指使，与其他人无关。哎，等会儿，你逼我这个萝卜那个萝卜的，我就问你想干嘛？120啊，我现在在马当路地下停车场，这有人受了重伤，请你们马上派一个救护车过来，谢谢。你是来碰瓷儿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不止你在这录着呢，这么多摄像头都在录着呢。你不想在你的视频上做什么手脚？想打我是吧？来，往这儿打！今天谁不打谁是孙子！来！哎呀，你看身上！哎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哎呀！记住了，我叫叶东烈，以后见你一次拍你一次。110吗？我叫叶东烈，我打了人了，我现在要自首。你可算来了，赶紧背女朋友回去吧。大了，好像酒量越来越差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让他多睡一会儿。魏哲老师，这边请。怎么了？哪个是裴瑜的杯子？
魏哲老师，我先敬您一杯。问出什么没有？啊？就是关于裴玉为什么害怕结婚这个事儿，问出什么没有？有时候想要了解一个女人在想什么，未必需要问。那还有什么办法？裴玉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人，只要你用心去了解她，多花时间陪陪她，很容易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为什么高兴，为什么伤心。魏哲老师，我跟裴玉吧，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，也算是青梅竹马。这么多年呢，我一直特别喜欢她，但她对我吧，就一直淡淡的。你说为让她高兴，我也给她买过很多东西。只要她裴玉说一句喜欢，我奖励名买得起的我一定买，我买不起我攒钱也买。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，动物可以拿着食物去求偶，人不一样。人在一段感情里，精神上的沟通、理解、满足才是最重要的。打个比方，裴玉现在想去流浪，那你就要陪他去流浪，而不是在汤臣一品给他买个房子。裴玉想去流浪，这我真不知道，我可以陪他一起去啊。江立民，我就是打个比方，你得去了解他的感受，想方设法走进他的内心。女人是非常细腻、非常敏感的，有时候不是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，你得赢得她的信任。懂了，懂了，太感谢你了，魏哲老师。那看来以后啊，还得来麻烦你。我这婚结不结得成啊，就全靠您了。哎呦，不敢当，责任太重大。您太谦虚了，裴玉都跟我说了，您是上海最厉害的公关专家啊，没准就能解决我们俩的问题。要不，你在辅导裴玉的同时，也辅导辅导我。那天站在你身后那女人是谁？萧雅，我助理。助理？我才不信！我太了解你的审美喜好了，那个女人一看就是你喜欢的类型。我喜欢什么类型啊？一看她前凸后翘的样子就知道，这回你是完了。我发誓，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就是普通同事。发毒誓？我发毒誓，我要跟他有染，我跳黄浦江。现在说第二件事，你明明告诉我你会为了我退出小历史奶粉这个项目，结果呢？你不但跟我抢学艺，还和我们公司对着干，你什么意思 ？CEA 性骚扰案的负责人不是你，而是江达林和魏哲。我的对手是他们，不是你，所以我没有必要退让。其次，我为了表达对你的爱，我可以放弃小历史奶粉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放弃我的整个职业生涯。我是做公关的，我不可能离开明视的。就算有一天我离开了明视，我也不可能投奔你们 DL。所以因此，你把我当成敌人，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？